东京的印象总少不了新宿涉谷的热闹繁华，但我更喜欢这里更本地化的一面。这期视频记录分享一些东京又温馨又好逛的街区。中目黑是一个把日常和时髦结合得恰到好处的区。樱花季以外，它像一杯温热的手冲咖啡，很容易入口，但层次丰富。在住宅区中分布着商业街，几步一间小店，很有生机，但毫不喧哗。我随便挑了一条街来逛，找到高质量的二手店试穿衣服。在旅行者文具店挑选笔记本和小礼品。这个笔记本的内页很灵活，而且可以个性化的周边特别多，所以非常受手账爱好者的欢迎。扫荡了一圈以后，心满意足的在新买的本上盖上本店独有的章。在咖啡店补充完体力，来到临近代官山的斜坡上，这里有一间百年古宅，它好像是一粒时空胶囊，带我们来到了20世纪初大正时代典型的富商之家。穿越回现代，突然觉得肚子有点饿。找到一间小火锅店，跟天天在 Zoom 相见但线下很久没见的同事欢聚一堂。把薄如纸片的和牛暖暖地吃下肚子里，中目黑的半天悠闲得很充实。一出下北泽地铁站，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文艺青春感。比中目黑更热闹，像迷宫一样的小巷布满了黑胶店、古着店和 live house。往来行人穿的之酷之潮，让我备受感染。钻进中古集合店东洋百货，收获了一件品相极好的软羊皮外套，还找到了一只呆萌的猫头鹰。这儿的社区感很强，常常举办各种社区露天集市。今天正好赶上了播客集市，虽然阴天下雨，但仍然很热闹，还有人在现场录制播客。这一片的发展史也很有意思，因为地块小而零碎，形成了特有的小巷网络。临近车站，房租低，吸引了大量学生剧团和民谣乐手，才有了众多的小剧场和 live house。千禧年之后再开发，舍弃高楼，而利用废弃的铁路空间建造低层的步行街区。有这一系列的更迭，才让下北泽成为了今天这片自由灵魂的实验田。今天的目的地是长居东京最想住排行榜前3名的吉祥寺区域。在闲逛之前，我先要去做一件有一点羞耻但一直想做的事儿，去宠物咖啡馆撸卡皮巴拉。离车站走路几分钟，卡皮纳克咖啡拥有一只淡定的卡皮巴拉 Key-chan， 以及10几只不同种类的萌猫。表情包以外的卡皮巴拉，它的体型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多，但态度和想象中的一样淡定。便当君说，他在巴西读大学的时候，校园中有一群卡皮巴拉，天天在学校池塘附近泡澡晒太阳。看到 Key-chan 一边吃东西，一边转动灵活的小耳朵，大家的心集体被他融化了。下面的20秒是猫和卡皮巴拉的营业时间。
喂饱了卡皮巴拉，我们也出来填饱肚子。吉祥寺地区有便利的现代商厦，也有昭和风格的小巷，还有湖畔公园和吉卜力美术馆，离市中心30分钟左右，没有高楼大厦。路上有很多学生和小孩，据说适合各个年龄居住。虽然生活气息浓重，但逛起来绝不无聊。最后，我在古董店入手了2个小杯子。不爱买衣服的便当君，也在这个侘寂风的小店买到了新的外套，2人满意而归。去下一个目的地之前，再来喝杯咖啡。马夫密咖啡馆推开大门，扑面而来的是咖啡香和顶天立地的书架。这里的手冲和冰萃很出名，但我突然想喝一杯维也纳奶油咖啡，配上非常出色的蛋糕，幸福感在这一刻拉满。又是一个阴雨天，今天要探访的是世田谷区的豪德寺。传说江户前期的一位重臣，在狩猎归途中被豪德寺门口的一只白猫招手引到寺中，从而躲过了暴雨。他心存感激，捐钱扩建寺庙，并把这只猫尊为招福猫。从此，信众来这里供奉小猫像，祈求福与缘。寺庙出售多种尺寸的白色招福猫，买回家之后，在底部写下愿望，一旦愿望实现，再把猫像带回寺庙的奉纳所，大概是还愿的意思。如今，这里已经形成了层层叠叠、成千上万只猫组成的猫海。买一只迷你招福猫挂件带回家，希望也能沾沾福气。豪德寺附近还有一家神社，规模不大，却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。当时正好赶上357役，13岁、5岁、7岁儿童去神社参拜，祈求健康长大的日子。看到一家人身着盛装，带着孩子参拜，之后合影留念，并领取一种叫做千岁饴的糖果，寓意健康长寿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里还设有了外国人友好的抽签机器，可以抽到形式传统但翻译成英文的签语。Stress and strain tend to build up. You may seek the southwestern direction for love.既然这一带以招福猫出名，那肯定少不了以猫为主题的小店。下雨天，猫形的雨伞桶正好派上用场。附近的点心店也是一个小画廊，在这儿可以买到造型特别可爱的陶瓷小猫。点心也是猫的造型，温热好吃，这儿真的是喜欢吸猫人不可错过的地区。离开之前，我们来喝最后一杯咖啡。在港区的一家小美术馆里边，藏着一家叫做茶风的咖啡馆。进去以后，高楼林立的商业区仿佛突然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绿油油的旧式庭院，3面玻璃墙将自然光引入室内。在这儿喝上一杯咖啡，有种仿佛穿越到京都庭院中的诗意。
这次旅程中最爱的街区巡礼到此结束，但还有一些其他在日本的吃喝玩乐可以分享，有兴趣的话可以订阅这个合集。下次再见喽。